时间流逝，很快又过去了半个时辰，这惨叫声已经持续了整整1个时辰了，依旧凄厉无比。惨绝人寰的一幕，使得外面那些狱卒，哪怕常年在这魔牢内见多识广，也都心神越发震动起来。那一声声惨叫中，已经没有了对白小纯的咒骂，只剩下了单纯的凄吼。那种压抑中急需爆发却不得畅快宣泄的感觉，蕴含着某种令人抓狂的力量，让人不由自主的在听到后不寒而栗。更因那团黑雾弥漫，众人无法看清其内具体究竟，这就使得那种神秘的压迫感无限的增加。不但是那些狱卒心惊，就连4大黑鞭也都一个个胸膛略有起伏，显然很不平静，神色内不仅是震惊，更是露出凝重。李旭双眼冒着光，气息也在这期待中开始有些急促。就在这众人等待中，牢笼内白小纯皱起眉头，看着眼前那全身颤抖、双目内几乎成为了血色的蔡家族老，此人脸上鼓起大量的青筋，死死地盯着白小纯，虽控制不住的惨叫嘶吼，可那目中却露出疯狂。有点本事依靠吼声来宣泄体内的火热之力吗？白小纯哼了一声，想到这个办法的不仅仅是这蔡家族老，实际上能被关押在这魔牢内的那些老魔头，在白小纯审问时大都如此。我劝你还是说了吧，我们也是各为其主，别逼我用第二招。第二招一出，不说天下无敌，也差不多了。白小纯背着手，抬起下巴，劝说道。滚！那蔡家族老大吼一声，神色狰狞，仿佛要生吞了白小纯一般，甚至还吐出带血的浓痰。你这老家伙，好，就让你看看我的第二招。白小纯眼睛一瞪，右手掐诀向着老者一指，顿时形成一道封印，直接就落在了这老者的嘴唇上，瞬间就封住了这蔡家族老的口，使得他的惨叫戛然而止，再无法发出丝毫，只能闷在体内，成为阵阵低沉的闷呜声。这种方式立刻就断了通过吼声来宣泄的那条路，瞬间这蔡家族老就身体抖如筛糠，甚至目中都露出了一丝惊慌，更有强烈的挣扎。他觉得全身火热，想要爆发，可却没有宣泄的方法，眨眼间汗水就打湿了全身，却旋即又被这火热蒸干，仿佛身体内有无数蚂蚁在爬走，煎熬到了极致，难以形容。这一幕看得白小纯也都喉结滚动了下，心脏加速跳动，有些不忍。可一想到对方之前还要追杀自己，且眼下自己的立场是在巨鬼王这一面，而他的仁慈不但不会获得对方的好感，反倒会给自己引来杀身之祸。罢了罢了，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啊。白小纯感慨地叹了口气，蹲在蔡家族老的面前，苦口婆心的劝说。你就说了吧，这样你也不为难我，我也不为难你，多好啊！不就是告诉我们蔡家这些年哪一种属性的魂消耗的最少吗？多简单的问题啊！白小纯正说着，那蔡家族老双眼疯狂更甚，竟一头向着白小纯撞来，那种凶残，似若不能撞死白小纯，那么就自己死。白小纯身体退后几步，避开蔡家族老，眉头再次皱起。而此刻，牢笼外的众人也都纷纷吃惊，他们发现那惨叫声消失了，取而代之的则是仿佛被捂住了口的闷闷低吼。假区的那些狱卒因不是鞭手，不了解这里面的严重，此刻只是诧异不解。可一旁的魔牢4大黑鞭，他们4人此刻眼睛猛地收缩，神情严肃，彼此相互看了看后，都看到了对方的重视。让犯人惨叫只是寻常鞭手的手段，可这种不让对方喊出声音是另一种境界。道理如此，很多人都懂，可实际运用上要根据不同的情况以及不同的拷问方式来决定。这白浩之前虽不知他用了什么手段，可那惨叫明显带着宣泄，而他手段的转化如同爆发的火山，被突然的摁住，憋得越久，则一旦爆发，威力就越大。我们小看他了。李旭也是双眼更明亮了一些，他身为典狱长，对于鞭手的一些手段也都了解，此刻神色内期待更多。这种闷闷的低吼随着时间而持续，到了最后竟又坚持了1个多时辰，丝毫不见结束。这一幕让众人不由得心急起来。牢笼内的白小纯也是吃惊了，他看着全身哆嗦赤红一片的蔡家族老，看着对方的目中虽疯狂挣扎，可却还是有一丝神智，白小纯也动容起来。你是我见过的坚持时间最长的了，可你又何必如此？我还有第3招，可这第3招
我不想用啊。你就说了吧。白小纯叹了口气，无比认真的说道。蔡家族老盯着白小纯，突然的点了点头。白小纯一愣，赶紧上前掐诀一指，解开了蔡家族老口中的封印。可就在这封印解开的瞬间，蔡家族老猛地喷出一大口鲜血，这些鲜血全部喷向白小纯，同时他的口中发出了压抑了一个时辰的嘶吼咆哮，更有疯狂的笑声。白浩，你就这点手段吗？老夫给你添把火。我告诉你一件事情，你母亲当年之所以死亡，正是我蔡家的族女，也就是你的大母做的。你母亲死前还在为你缝衣衫，死得极其凄惨。蔡家族老大笑。白小纯身体一震，还有当年一同死亡的，还有你母亲所在的全家人，一个不剩，都被处死，还有他身边所有的婢女，要不是你还算有白家血脉，当年连你也都要死。身为婢女，贱命一条，没有怀孕也就罢了，怀了孕还竟敢生下来，这就是他的死罪。真正害死你母亲的不是其他人，正是你自己。如果没有你，你母亲不会死。蔡家族老狂笑，那目中露出的癫狂，是明知道自己这番话会强烈的刺激白小纯，可依旧还是要说。白小纯呼吸猛地顿住，双眼内瞬间就有了杀机。与此同时，外面的众人也都听到了这些话语。李旭面色倏地大变，白浩，此人不能死！他焦急之下，正要上前时，牢笼内传出了白小纯的声音：如此刺激我，你是想求速死吗？我岂能让你如愿？白小纯眼中寒芒闪耀，他虽不是白浩，可听到这番话也依旧怒意弥漫。说完，他深深地看了那狂笑的蔡家族老一眼。这一眼落在蔡家族老目中，蔡家族老内心一震，没来由的升起一股寒意，笑声也都不由得顿了一下。没有理会蔡家族老，白小纯走出牢笼，刚一出现，四周众人目光齐齐凝聚。李旭上前，可还没等李旭开口，白小纯面色阴沉的袖子一甩：我需要刑具。白浩，你别冲动，此人再没有招供前，不能死。李旭严肃的喝道。典狱长，我不会让他这么轻易死掉的。白小纯轻飘飘的开口，简简单单的一句话，可落入四周众人耳中，却仿佛耳边吹过一阵阴风。这句话内蕴含之意，细思极恐。你需要什么刑具？李旭深深的看了眼白小纯，沉声问道。一条大黑狗，公的，越强壮越好。白小纯阴恻恻的开口。这话语一出，四周人都愣了一下。李旭皱起眉头，但却没多说什么。交代下去后，没过多久，就有人牵来了一条如同小牛犊般的大黑狗。这大黑狗已经算是凶兽了，全身长满倒刺，强壮无比，更是满口黄色的牙齿。被牵来时，目中散出凶光，还有大量的口水从口中顺着牙齿滴落。看了眼这条大黑狗，白小纯满意的点了点头，带着大黑狗直接就进入到了牢笼内。那蔡家族老在看到大黑狗的瞬间，面色彻底大变，发出比之前还要凄厉的嘶吼。白浩，你要干什么？不干什么？你不是不说吗？我也不要求你说了。白小纯冷笑，取出发情丹，直接塞入大黑狗的口中，甚至觉得还不够解恨，将余下的发情丹掰开表情骇然恐惧的蔡家族老的嘴，生生的又扔进去几枚。我这第三招，至今为止还没有人能承受得住。你若能坚持下来，我会给你换下一个凶兽，让你好好享受下去。白小纯淡然开口，他之前还时而有些不忍，可这蔡家族老如此刺激自己，白小纯的心不由得彻底狠了下来。而大黑狗的挣扎，对于蔡家族老而言更是恐怖到了极致，甚至因大量发情丹的灌入，使得这蔡家族老清晰的感受到自己已经快要无法控制住身体了。可偏偏白小纯依旧没有松手，这对蔡家族老而言是一种心理的煎熬与折磨，他甚至都有些后悔方才刺激白小纯了。此刻颤抖中，蔡家族老的目中首次露出了迟疑。白浩，我们有话好说。我可以。蔡家族老正要开口，可白小纯双眼一闪，直接打断。我不想听了。白小纯话语间猛地松开手，那大黑狗疯狂的大吼一声，直奔蔡家族老而去。瞬间，牢笼外的众人就听到了他们这辈子没听到过的前所未有的凄厉。这凄厉的惨叫超出了之前太多，已经达到了无法形容的程度，似乎是某种情况下造成的终生之痛。
甲区的狱卒全都丝丝吸气，身体发冷的哆嗦起来。他们的脑海里此刻瞬间就有一个共识：白皓绝不能去招惹。那四大黑鞭一个个神色不断变化，看向牢笼时，尽管看不到其内的画面，可却忍不住产生了无数的想象，越发的心神震动。同样的，也产生了这样的共识：太凶残了，这种痛苦谁能承受？这不但是身体的折磨，更是心灵的坍塌。堂堂元婴修士，高高在上的蔡家族老，这白皓果然是个狠辣之人，这种手段他都可以用出，他才是真正的黑鞭啊！心太黑。李旭也都双目收缩，隐隐有种寒意。那白皓果然是传闻中的心狠手辣，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惨叫声中还夹杂着大黑狗疯狂的咆哮，融合在一起，传遍甲区，让人毛骨悚然，更是从心底感到战栗。没有坚持太久，也就是10几个呼吸后，那蔡家族老沙哑中带着凄惨的声音就凄厉的回荡：我说木魂消耗的最少，让他停下。蔡家族老惨叫，不但说出了李旭想知道的答案，甚至担心众人不信，他还额外的说了很多，甚至最终他发出一声悲痛欲绝的尖叫，再次说出了一件事情：三大家族要叛变，这蔡家族老是彻底痛不欲生了。这种折磨已经让他崩溃了。只是哪怕他将一切都说出，牢笼内的惨叫依旧没有停止。而四周众人在听到这最后一句话后，全部都色变，尤其是李旭，他的目中露出摄人精芒。三大家族要叛变？这三大家族到底有什么倚仗，竟敢叛变巨鬼王？众人心惊疑惑时，白小纯已经从牢笼内走了出来。他的面色阴沉，走出后看了李旭一眼，没有说话，而是一晃远去。已经不需要他说什么了，四周的所有人都见证了这一幕。如果这样的蔡家族老说的还是假话，那么也真的没有谁能再逼问出什么了。目送白小纯远去，李旭深吸口气。他之前对白小纯这里有些成见，此刻这成见已消散，取而代之的则是浓浓的欣赏。这才是真正的黑鞭。李旭目中露出热切，他相信这一次蔡家族老所说的实有是真的。要知道对方就连三大家族要叛变之事都说出来了，这本身就已经是证明了。至于这魔牢的四大黑鞭，这四人在看向白小纯背影时也都早已敬佩，内心深处也都明白自己与对方在这黑鞭上的拷问有些差距。今天的事情不允许传出丝毫。李旭沉声说道，收回看向白小纯背影的目光，冷冷的扫了眼四周。这四区的牢头知道事情重大，也都神色凝重，纷纷交代下去。这魔牢相对独立，且此地封锁，想要锁住消息，短时间还是可以做到的。甚至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李旭还亲自下令封闭魔牢，这段时间一切外出都必须经过他的同意才可，否则的话，任何人不得出去。安排完了后，李旭独自一人离开魔牢，直奔巨鬼城的巨鬼雕像上的无常宫大殿而去。至于那蔡家族老，已经没人理会了，被人连同那骷髅牢笼一同封印。与此同时，白小纯也从甲区回到了丁区，在自己的居所内，他盘膝坐下，眉头始终皱着。一方面是因蔡家族老的那些话语让他对于白皓更为同情，另一方面则是蔡家族老所说的三大家族叛变之事。三大家族凭什么敢叛变？白小纯想不明白。他虽没看到过半神出手，可也知道天人与半神之间的差距极大。要知道星空道极宗，天人有数位，可半神只有一个，一个半神就可压制所有天人了。但眼下这具鬼城内的三大家族竟敢反叛半神，最重要的是三大家族的根基就在这里。这一次的叛变，他们首先要做的必定是屠神，这里面一定有我不知道的隐秘。或许也正是这个隐秘，才使得巨鬼王明明怀疑三大家族了，可却没有立刻动手。白小纯思索良久，还是觉得有些雾里看花。三大家族必然是有一定把握，他们的底牌到底是什么呢？白小纯这里沉思时，巨鬼城内巨鬼雕像上，无常宫的大殿中，李旭正站在无常宫的身边，抱拳一拜，禀告无常宫，那蔡家族老招了消耗最少的魂士。无常宫双眼一闪，打断了李旭的话，不用和我说，此事我带你去直接与王爷汇报。说完，无常宫一步走出，
直奔雕像头顶的王殿而去。李旭闻言一怔，随即有些激动，低头赶紧跟随。二人瞬间就临近王殿，一路无人阻拦，很快就到了王殿内。在这王殿顶层一处阁楼中，他们看到了巨鬼王那魁梧的身躯。拜见王爷。二人恭敬开口。巨鬼王站在阁楼边缘，俯视整个王城，他的目中露出幽芒，似一切秘密都逃不出他的双目。半晌之后，他淡淡的声音回荡阁楼：“有结果了吗？”李旭强忍着身体因激动而起的颤抖，稳定心神后，拿出一枚玉简，恭敬的送上。也不见巨鬼王施法，这玉简就自行飞出，直接落在了他的手中。看了看后，巨鬼王双眼内闪过一丝金芒，立刻那玉简就化作飞灰。这一幕让李旭内心颤抖，低头忐忑。他虽自信玉简的内容实有是真的，可也害怕万一出了问题，后果自己承担不起。你们退下吧。许久，巨鬼王淡淡开口。李旭松了口气，偷偷看了看身边的吴长恭，发现吴长恭从始至终都神色如常后，他也心中安稳了一些，与吴长恭一起离开了王殿。直至二人离去，阁楼内巨鬼王目光扫过城内石侯之地，又看了看城外三大家族的方向。半晌之后，他忽然笑了，居然连叛变之事都拷问出来了。木魂消耗最少吗？果然如我所料，这三大家族借助这一次明皇传承人的事情大肆收魂，也算是煞费苦心了。按照正常来说，五行之魂消耗是平均的，不会出现某种属性少了太多的情况。如此来看，这么多年三大家族这三个小家伙应该也是打探到了我的功法，存在了衰变期。衰变期内修为不断的降低，最重要的是在我衰变期时，海量的木魂可以对我形成强有力的克制，这是他们唯一的一次机会了。吴长恭也不可全信，我居鬼城的武功时候，你们到底哪一个包藏祸心呢？我很期待啊，这一次一次性的解决所有问题。巨鬼王沈然一笑，神色内显露一股睥睨之意，似在他的眼中，三大家族也好，麾下的武功石侯也罢，只不过是蝼蚁一样。不过那个白浩倒是一个不错的惹事的苗子，在炼火上也有些天赋。巨鬼王微微一笑，在他眼中，这白浩算是一枚有些用处的棋子，仅此而已。蔡家族老失踪之事没有引起什么风波，蔡家给人的感觉仿佛对此事没有丝毫追查，风平浪静。甚至巨鬼城内也是如此，一切都安静的一如从前。同样的，巨鬼王也没有丝毫动作。这一切对于不知情者而言没什么，可对于知情人来说就很是诡异了，仿佛山雨欲来一般。魔牢内当日听到了蔡家族老话语之人，一个个都心中忐忑，可却不敢讨论，只能在心中关注事态的发展。1个月了，居然还没打起来。白小纯也很诧异，他实际上也密切的关注这件事，可等了1个月，依旧没看到三大家族或是巨鬼王有什么动作。蔡家族老被擒之事，就算当时蔡家不知道，可也一定能调查出来，他们必定也知道有可能叛变的消息暴露，可却没有出手。偏偏的巨鬼王也很安静，难道他们之间是在试探？白小纯坐在居所内，挠了挠头发，他心中对于巨鬼王不由得产生了一些鄙夷。半神强者做成他那个样子的，估计也没几个了。要我是半神，直接出手灭了三大家族，一切都解决了。不过这么看来，三大家族要么就是还没准备好，要么就是还在迟疑，这或许对我来说是个机会啊。白小纯眼珠转了转，低头看向自己储物袋，他之前抢夺蔡家2个魂场获得的魂，在炼制全身炼灵14次的法宝后，只剩下了小半，再加上他这段日子尝试炼制15色火的不断失败，如今也所剩无几。没魂了，这炼火实在是太消耗魂了。白小纯慢慢眯起双眼，思索良久，越发觉得自己的判断正确。不过也不能冒险，我得先去采点，如果有机会就抢，没机会就算了。白小纯想到这里，心下依旧忐忑，但却觉得很有些小刺激。琢磨了一番，立刻起身外出。魔牢虽限制外出，可白小纯身为魔牢第一黑边，又是他亲自拷问出来，且与三大家族之间明显水火不容，所以李旭也就没有刁难，直接放行。很快的，白小纯乔装打扮一番，就顺着护城河离开了魔牢。此刻已是黄昏，天色渐暗，护城河又太大，白小纯随意找了一个区域冒头，
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飞速离开巨鬼城。可惜不能轻易暴露我能改变容貌的本事，只能这么装扮一下了。白小纯内心嘀咕，头上戴着顶大帽子，身上多穿了几件衣服，看起来身材也都魁梧了一些。此刻低着头飞出巨鬼城后，直奔陈家而去。蔡家抢过了，总抢一家也不好，且必定防范森严，而白家的魂又太少，只有陈家了。白小纯双目闪动，暗中飞速前行，很快就远远的看到了三大家族中的陈家所在城池，也看到了这陈家城四周环绕着的8片魂场。看着那魂场内漂浮的蜂窝般的建筑中飞出的大量的冤魂，白小纯喉结滚动，咽下一口口水。这陈家的魂真不少啊！白小纯眼馋，可仔细打量后很是发愁。这陈家的魂场与陈家城太近了，且其内守卫森严。白小纯琢磨着，以自己的速度，怕是刚刚进去抢夺就会被察觉了。这陈家太小气了，区区魂场守护的这么森严干嘛？白小纯满面愁容，那种能看到可却摸不到的感觉让他很是不甘心。不就是魂吗？三大家族这么富有，至于吗？守护这么严，一点也不大气，实在太欺负人了。白小纯叹了口气，知道这一次自己没机会了，带着郁闷远远离去。很快的就看到了巨鬼城，正要踏入城中回魔牢。可就在这时，忽然的白小纯双眼一凝，他看到城池内的巨鬼雕像上有一道身影破空远去。距离虽远，但以白小纯的修为，还是看清了那身影正是吴长恭，而他所去的方向是白家所在的方位。且天人出行，没有去隐藏自己的身影，不但白小纯能看到，甚至巨鬼城内的很多人这一刻都能亲眼目睹，这就值得玩味了。白小纯眨了眨眼，在这个敏感的时候，吴长恭这是要去白家？白小纯诧异，也没去多想，顺着巨鬼城的城门回到了巨鬼城内。此刻天色已晚，可街上行人还是不少。白小纯随着人群就要去护城河所在之处，可走到一半，忽然的四周传来哗然声，只见远处的巨鬼王雕像那儿此刻竟突然的散发出强烈的光芒。随着光芒扩散，从那雕像头顶的王殿内竟走出了一个身影。这身影穿着紫色的蟒龙袍，头戴王冠，全身上下散发出惊天动地的气势，似乎他站在那里就可压制这一方天地。此刻正从那王殿内走出，步步踏着虚无，如同巡游一般，在这王城的半空上漫步而行。巨鬼王，是王爷！拜见王爷喧嚣声顿时在这巨鬼城内传出，所有看到这一幕的魂修一个个大都跪拜下来，同时巨鬼城内的那些巡逻的侍卫也都一一跪拜。这一瞬，整个城池内所有的目光都凝聚在了天空上巨鬼王的身影上。巨鬼王面色平缓，一言不发，一步步似向着更高的天空走去。随着他的走出，苍穹翻滚，云层轰鸣，似有一道道闪电在他四周不断的游走起来。这一幕天地异象再次让众人心惊。与此同时，在巨鬼王的身后似乎还有一尊虚幻的更庞大的身影，若隐若现，仿佛一旦凝实就可以撕裂天地。白小纯气息波动，这是他第一次看到巨鬼王，感受着对方身上散发出的似能压制天地的气势。白小纯心神震撼，巨鬼王出宫，这是要去威慑三大家族吗？白小纯咽下一口唾沫，看着天空上的身影，脑海嗡鸣。可就在这时，突然的，他的脑海里竟传来了一个许久没有听到的声音。他奶奶的，这是什么味道？龟爷闻到了一股好熟悉的气息，这是宝物的味道。随着声音出现，在白小纯的储物袋上突然的钻出了一个头，正是小乌龟。他已经消失很久了，白小纯怎么找也都没找到，就算是在上次将小乌龟弄昏迷时寻找到的对方藏身之处，也都没有看到小乌龟的身影。甚至白小纯好多时候都觉得那个嘴损的小乌龟应该是走了，松了口气的同时，心里竟有些失落。可却没想到，此刻这家伙双眼冒光的出现了。白小纯一愣，猛地低头，一眼就看到了小乌龟目中的光芒，那分明是看到了宝物的样子，甚至白小纯都隐隐看到，仿佛有口水在小乌龟嘴角垂下。妮还在，白小纯顿时惊喜，在这蛮荒内，他一个人孤独，发现小乌龟居然还在身边，内心立刻就高兴起来了。
龟爷只不过是睡了一觉，怎么的，想爷爷了？不过没用，你别和我说话，你家龟爷有洁癖。小乌龟傲然的昂头，瞥了白小纯一眼。听到这一如既往的阴损话语，白小纯他乡遇故知的喜悦立刻就被气没了。闭嘴！白小纯怒道，没再理会小乌龟。眼看巨鬼王升空看不到了身影，他一把将露出头的小乌龟塞进储物袋里，向着护城河飞去，钻入河中，回归魔牢。在白小纯回归魔牢的同时，白家城内大殿中，白家天人老祖正端坐上首，面色阴沉，望着站在他面前的吴长恭。先不说老夫跟随王爷多年，当初与王爷一起征战沙场，忠心耿耿，仅仅是老夫的修为就与王爷无法对抗，老夫疯了不成？拿我白家一族去叛变？此事根本就是空穴来风，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白家天人老祖咬牙怒道。还有那叛出白家的逆子，当时王爷一句话，老夫哪怕咬牙忍着颜面尽扫，也都没有继续追究，眼下只不过是一些传闻罢了。吴长恭就来质问，我还要问问你，这是何意？白家老祖盯着吴长恭，一字一顿的愤然反问。吴长恭沉默，内心轻叹，他虽跟随巨鬼王身边，知晓一些隐秘，可对于巨鬼王的心思也都猜不透，更是不知为何巨鬼王要让他去一趟三大家族，当面问问这三个老家伙是否真要不顾情分的叛变，甚至还暗示自己可以答应这三大家族的一些条件。此事让他心底很是压抑，是势敌已弱，引蛇出洞，还是真的到了衰变期了？吴长恭暗叹，看向白家老祖，缓缓开口：白兄，王爷若真的相信了传言，就不会让老夫来问了。显然王爷自己也不是很相信的。白浩的事情的确是让白兄你受委屈了，既然吴长兄这么说了，老夫也想提一个请求，希望吴长兄转达给王爷。那白浩是我白家逆子，此子不适合在魔牢做狱卒。白家老祖低沉开口，他对于吴长恭今天的到来也琢磨不透，此刻趁着这个机会提出这个要求，看看能否麻痹对方。毕竟三大家族还没有准备好，巨鬼王的心思没人猜得到真相，一切看去既像是势敌已弱，引蛇出洞，可又像是某种妥协。越是了解内幕，这种感觉就越是强烈，且巨鬼王半神的身份对于三大家族而言，压力自然也是很大。这一次吴长恭的出行，三大家族内的天人老祖都惊疑不定，可却统一的都提出了各自的要求，有些要求听起来似乎还有些过分。这是他们三大家族的老祖有意传达出的一个思绪，提出这些要求，实际上也代表了他们没有叛变之心，否则的话，如那白家真要叛变，到时候收拾白浩则更简单，似乎没必要非要在现在去让巨鬼王下令。可就连白家老祖也都没想到，他刚提出了要求，不到一天，巨鬼王就下了一道王旨，直接送入魔牢中。白浩叛离家族，欺负师兄，手段歹毒，剥夺白浩狱卒身份，打入魔牢，收押成犯。这消息立刻就让巨鬼城内不少人吃惊，实在是白小纯这段时间闹出的事情不少，名气很大，如今居然被收押，顿时就形成了轰动。白家城内，蔡夫人听说了此事，立刻就狂喜，虽还没有要了白小纯的命，但想到传说中魔牢内的残酷，蔡夫人就觉得暂时出了一口恶气。外界的讨论没有传到魔牢内，可对白小纯来说，当旨意传来的瞬间，他整个人都傻眼了。尤其是前一刻，他还在房间内打坐，可下一瞬，丁区内的孙鹏以及所有狱卒就将他所在之地层层包围。那前一瞬间上下一秒地狱的感觉，让白小纯都快哭了。这是不是误会啊？白小纯眼巴巴的看着四周那些熟悉的狱卒，可怜而悲愤的开口。丁区的狱卒对白小纯这里好感很多，此刻一个个都迟疑，看向白小纯的目光中带着复杂与同情，可是他们不敢违反王旨，此刻只能暗叹中纷纷向着白小纯抱拳。白浩兄弟，我们也没办法，白浩，你先委屈一下，说不定过段日子王爷气消了，也就好了。白浩，你放心，你是我丁区的人，就算是被关押，也是关押在丁区，没什么大不了的，一个身份而已。有我们在，丁区牢狱内谁也别想难为你。第9队的队长大声开口，他心中也很是不舒服。此刻话语一出，四周丁区狱卒大都点头。这段日子
他们因为白小纯的审问，每个人都获得了不少的好处，再加上白小纯会做人，且处事圆滑，彼此关系都很不错。王芷他们违抗不了，可在这丁区用职权去善待白小纯，还是可以做到的。白浩就是换了身衣服而已，吃的喝的有我们在，你与以前没什么差别。什么时候你想出来溜达溜达，就和我们说。丁区牢头孙鹏也咳嗽一声，向着白小纯开口。眼看此事已经板上钉钉，白小纯虽郁闷委屈，可也没办法。好在他在这魔牢内人缘不错，此刻听到众人话语，白小纯心中温暖，长叹一声，恋恋不舍地离开了居所，在众人的陪伴下去了丁区牢狱。进去后，牢狱内的那些灰袍犯人也都在知道了此事后傻眼了，甚至还有不少当初被白小纯审问过的重犯，一个个激动无比，大有一种你白浩也有今天的感觉。只是这种感觉刚刚出现，随着丁区10个小队的队长每个人都凶狠地向着所有犯人警告一番，且就连孙鹏也都摆出就算白小纯不是狱卒，也依旧是他们丁区的鞭手这么一副姿态后，丁区牢狱内的犯人一个个再次绝望。在他们觉得白小纯还不如不成为犯人，以前的时候是轮到白小纯巡逻，他们才会紧张，可眼下白小纯这是要常年在这里，他们一想到那可怕的后果就更为惶恐了。最过分的是白小纯在这里竟没有被封印修为，这种待遇让此地所有犯人都心中不忿而又惴惴不安。好半晌，在白小纯的依依惜别中，丁区的狱卒离去了。白小纯垂头丧气，找了一个空的骷髅头牢房，自己走了进去，盘膝坐下后长叹一声，这也太快了，之前我还是狱卒，还是黑鞭第一鞭手啊，现在就成为了犯人，这不是玩我们吗？巨鬼王这个老家伙，你说你既然当初要留我，又何必现在为难我？你一个半神强者啊，3大家族叛变，你出手灭了他们不就得了，折腾我干啥？我代表白浩鄙视你。白小纯哭丧着脸唉声叹气，以他的心智自然看出这是巨鬼王与3大家族的博弈，也不知道那3大家族到底有什么倚仗。该死的，他们和巨鬼王之间的事情与我无关啊。白小纯抓了抓头发，更为郁闷了，呆呆地看着四周，再次长叹，好在这些老兄弟没有封印我的修为，不然的话我在这里就真的惨了。白小纯庆幸着，目光扫向四周时，看到了在自己隔壁的牢房内盘膝坐着一个老者。这老者面无表情，脸上有一块红色的胎记，正闭目打坐。白小纯看了几眼，认出此人正是当初队长介绍的那位得罪了巨鬼王，被关押在这里200多年之人。想到这里，一股同病相怜的感觉在白小纯心中油然而起。这位道友，你也是得罪了巨鬼王的吧？哎，我和你一样啊。白小纯喊了一声。老者置若罔闻，如没听到一样，依旧闭着眼，毫不理会。你修为都被封印了，就别老打坐了，没用的。来来来，我们聊聊天。那该死的巨鬼王，这家伙太不是东西了。白小纯越想越气愤，再次喊道。只是任凭白小纯如何开口，那老者都始终闭目。渐渐的，白小纯也有了脾气。装听不到是吧？有什么了不起的？我又没得罪你。白小纯本就郁闷，看着老者又不理会自己，于是哼了一声，靠着牢壁，想起自己的悲催遭遇，长吁短叹起来，内心无限的怀念自己在长城身为万夫长的风光，更是想念逆河宗。我的君晚，还有小妹，我想你们啊。白小纯拉长了脸，内心对于红尘女，对于那陈鹤天更来气了。可生闷气没用，半晌之后，白小纯只能打起精神，盘膝坐下后，开始琢磨接下来自己怎么办。只是他思来想去，也找不出解决的办法，不死禁之法，他之前身为狱卒时就尝试过，逃不出魔牢，更不用说现在成为犯人了。这一切让白小纯有了很强烈的危机感，可偏偏却找不到出路。该死的巨鬼王，还有白家，都不是好东西。白小纯咬牙，眼下只能等3大家族叛变了，要是他们赢了，必定会来杀我，到那个时候我就碎裂了半神魂，冲杀出去。白小纯眼神有些凌厉，如果巨鬼王赢了，我应该还有一丝生机，到时候让队长帮我和孙牢头说说，看看能不能让典狱长帮我提醒一下巨鬼王，把我给放了。白小纯揉了揉眉心，这2种可能，若是后者还好一些，
若是前者一场生死劫在所难免，一想到生死战，白小纯内心一阵颤抖，可目中却露出一抹疯狂。这是他们逼我的。白小纯深吸口气，下定决心后，他闭目打坐，争取让自己随时都可以保持巅峰，一旦出现问题，可以迅速出手。时间流逝，很快又过去了半个月。这半个月来，白小纯虽时刻准备着，可却风平浪静，没有人来找他麻烦，甚至那些丁区的狱卒每天到来时，都会与他笑谈一番，送来酒肉，对他这里很是照顾。对白小纯来说，似乎真的只是换了个居所，换了身衣服而已，甚至他尝试的提了一句要出去溜达，也都被允许了。这一切让白小纯心中好过了不好。不仅如此，甚至时而的还有其他区的人过来，恭敬的请白小纯去他们那里帮助拷问。毕竟白小纯可是魔牢第一黑鞭，在白小纯的身份从狱卒变作犯人的这半个月，整个巨鬼城内也不再是如之前那样的山雨欲来，而是重新热闹起来，似乎之前的种种传闻的确是空穴来风而已。三大家族也都继续在巨鬼城内收魂，如以往一样，没有什么特殊的变化。唯独内城中平日里很少外出的巨鬼城10大侯爷，在这半个月里时而露面，可也仅止于此。一切看起来似乎没有什么让人特别注意的端倪之处。同样的，在三大家族内部，那3位天人老祖也都陆续的对外宣布要闭关。只是暗中这3位天人老祖时常的在他们的闭关之地抬头望着苍穹，似乎在等待着什么。时间流逝，又过去了7、8天，巨鬼城内依旧是人群熙熙攘攘。在那护城河下的魔牢中，白小纯也风生水起。虽是犯人的身份，可在丁区牢狱中他被特殊对待，使得他在丁区渐渐的也与曾经身为狱卒时一样，依旧可以横行四方。且魔牢第一黑鞭的身份也在这段日子里因其他3区的频繁邀请，随着无往不利的一次次审问，越发的声名赫赫起来。此刻乙区的牢头与乙区的10个小队的队长正带着笑容簇拥着白小纯直奔乙区而去。白浩兄弟，这一次就拜托你了，实在是那徐氏有奸诈无比，眼下用尽手段也无法让他说出赃物下落。是啊，白浩兄弟，此番若能成功，我们乙区愿意拿出3成收获，作为白浩兄弟你的酬劳。众人笑谈中，一个个看向白小纯时都露出善意。实在是白小纯的名气太大，对于魔牢的狱卒来说，与白小纯交好就等于是与财富结缘。小事，乙区的兄弟们开口了，就算没有分我好处，白某也必定全力以赴。白小纯哈哈一笑，话语说得漂亮。乙区众人听了也都舒服，可也知道魔牢的规矩不能坏，且就算是为了以后属于白小纯的那一份，也是一定要给的。一群人笑谈中离开丁区牢狱，途中但凡是遇到的狱卒，都是在看到白小纯后笑着打招呼，根本就没把白小纯看成是犯人。白小纯也一路笑容回应，他性格就是这样，别人对自己有善意，他就回报善意，且眼下他也知道自己的身份，于是在言辞上更是尽力让所有人都觉得如沐浴春风一般。很快的，众人就到了乙区。乙区虽不如甲区那么庞大，可比起丁区来也是大了不少，尤其是乙区的牢狱同样磅礴。那一个个骷髅头的牢房中关押的犯人，明显在凶残的程度上超出丁区。就是这里了，白浩兄弟，全靠你了。不多时，众人在一处骷髅头牢房旁停下，乙区的牢头客气地向白小纯开口。白小纯背着手点头，目光扫过这牢房，看到其内坐着一个中年魂修。这魂修目中带着轻浮，看到白小纯后，双目微微收缩，显然是听说过白小纯第一黑鞭的名声。你们不用浪费时间了，徐某承认自己不是什么嘴硬之人，可我如今修为尽失，在这魔牢内被死期腐蚀，怕是活不过10年。我只有一个要求，你们魔牢神通广大，只要每天给我安排100个姿色不错的女修，让我舒舒服服的，10年后我死前告诉你们我的财富所在之地，也没什么不可以的。徐世友冷笑，声音内带着阴柔。听到这徐世友的话语，白小纯没理会，直接让人打开牢房的门，走了进去后，袖子一甩，顿时黑雾扩散，遮盖四方。这举动让外面的乙区狱卒纷纷振奋，可在白小纯面前的这徐世友却是内心一颤，呼吸微微急促，死死地盯着白小纯。你要干什么？我最多活10年，死都不怕了。不满足我的条件，
我绝不开口。咱们商量一下，你也听说过我，你看我一旦出手，自己都害怕，何必呢？白小纯干咳一声，看向这徐世友时，脑海里也在回忆之前一路上已去对此人的介绍。此人在被关押前是聚鬼城巡逻队的侍卫，他之所以被关押，说来也是自身找死。此人平日里但凡有人招惹，睚眦必报，定会寻个方法将其灭门。这些年凭着侍卫的身份与手段，将聚鬼城内的数个小家族抄家，夺了其全部资产，积累了一笔不菲的财富。若他没有别的恶习也就罢了，就算有人想要整他，因其身份也有些棘手。可偏偏这徐氏有好色如命，暗中干过不少掳掠之事。数日前被他劫走的一个女修，竟与聚鬼城的一位侯爷有关联，这才惹下大祸。被那侯爷一怒之下废去修为，甚至觉得斩杀都不解恨，于是收押在此，让他承受磨牢之苦。这么一块肥肉到了磨牢内，众人自然不会放过。可此人明知自己活不了多久，所以嘴硬至极，提出种种要求。偏偏这个要求已去难以满足，也等不了10年，于是就有了邀请白小纯来此的这一幕。没得商量。徐世友后退几步，向着白小纯大声道。白小纯叹了口气，他在这磨牢内审问犯人，就没有遇到一个配合的。此刻摇头时，很是娴熟的一拍储物袋，顿时取出一枚发情丹，于手中碾碎，用了一半的碎末，一弹之下，顿时就向着徐世友扑面而去，容不得徐世友反抗，顺着其口鼻就直接钻入。白某审问的每个人都是开始时嘴硬，可最多几个时辰没有撬不开的口。白小纯背着手站在那里，抬起下巴，傲然说道。可话语刚刚说出口，那徐世友立刻就呼吸急促，双眼刹那仿佛要喷火，可他的表情却很奇怪。与白小纯之前审问其他人完全不同，这徐世友似乎不但没有痛苦，反倒在这一刻表情中露出古怪之意，没有维持太久，只不过10多息的时间，徐世友的面色就恢复如常，不过全身却是出了一身大汗。他双眼冒光，呼吸更为急促，抬头火热地看向白小纯。怎么没了？还有吗？徐世友赶紧开口，神色内居然都露出一些焦急，大有一种正在关键时刻被打断的失落感。啊！白小纯也愣了一下，这种事情他还是首次遇到，连忙低头看向自己手中的丹药碎末。他琢磨着是不是自己拿错药了，一看之后确定没错后，白小纯不可思议地看向徐世友。给我，快给我！徐世友望着白小纯手心内的那些药粉，激动起来。白小纯额头有些冒汗了，他还是首次遇到这种情况，迟疑中右手一挥，将手心内的药末都给了徐世友。徐世友立刻振奋地站起，一把抓住，主动放在口中吞下后，他全身一震，靠着墙壁闭着眼，神色中似有陶醉。这一幕让白小纯头皮有些发麻，下意识地退后几步，看向徐世友时如见了鬼一样。这是怎么回事？居然没用，他这是在享受。白小纯觉得自己的世界要坍塌了，实在是他怎么也没想到，竟有人享受发情丹带来的火热冲动，他也太变态了吧。可还没等白小纯这里震撼多久，徐世友全身哆嗦，汗水大量的流下，恢复如常，但他却急了，猛地睁开眼，向着白小纯大吼。还有吗？再给我一些！白小纯不由得倒吸口气，这徐世友给他带来的震惊实在是太大了，甚至让白小纯这里也都有了浓浓的好奇，于是再取出一枚丹药扔了过去。徐世友激动的一把抓住，立刻吞下，可也就是半炷香，他眼珠子都红了，近乎发狂的低吼。再给我1枚，不对，给我3枚！白小纯神色古怪，又取出了1枚丹药。徐世友立刻眼睛就直了，若非是修为尽失，他怕是都会出手抢夺。此刻呼吸粗重而急切，正要开口时，白小纯咳嗽一声，有些不好意思的说道：那个你告诉我你的积蓄藏哪儿了，我就给你1枚。你陆氏有咬牙切齿，有心拒绝回答，但此刻他的煎熬不比其他吃下丹药的犯人们少，甚至更多，毕竟其他人是无法爆发，而他这里因体质特殊，所以更加难忍。白小纯也有些不好意思，甚至心中还觉得自己现在这么做有些太无耻了，这是趁人之危，这是在陆世友眼下最关键的时候要挟。你就说了吧，说了我就会给你1枚的。白小纯眨着眼，再次劝说道。陆世友目光热切，
此刻体内的那种全身火热，似所有经脉内都有火焰在游走的感觉，让他坚持了也就是几个呼吸的时间，就立刻开口说出了白小纯想要知道的答案。白小纯也没食言，听到这个答案后，立刻就将手中的发情丹扔给陆世友。眼看陆世友吞下后身体都红了起来，白小纯也神色怪异的感慨一番，还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看来我这发情丹还需要改进一下。白小纯深以为然，又观察了一会儿陆世友，这才站起身就要离开。可就在他要走出牢房的瞬间，他的身后传来陆世友焦急中更为疯狂的低吼：“白道友留步！你还有没有那种丹药了？再给我一些，我就差一点了，就差一点，你再给我一些好不好？”陆世友红着眼，全身颤抖，双目内露出强烈的渴望。这一幕让白小纯再次震惊了。你都吃了3粒了，你要找死啊？这玩意吃多了没好处，再给我3粒白道友，求求你，再给我3粒！陆世友近乎哀求，他也没有想到白小纯的丹药居然对自己有这么大的影响，那种体内的近乎本能的火热之力，居然可以让自己被废去的修为出现了一丝恢复的迹象。他原本修为被废后已经绝望死心，可眼下这重新燃起的希望对他而言太重要了。不行，你吃多了浪费。白小纯岂能同意？在这蛮荒里，他又不能炼药，储物袋的存货用一个就少一个，一想到自己的黑边名声，若是没有了丹药，怕是很难维持。于是白小纯果断拒绝，转身就要走。白道友，我有个秘密，我愿意拿这个秘密换你3粒药。没兴趣。白小纯没有回头，眼看抬脚就要跨出牢房大门，走出黑雾范围。陆世友急了，他双眼弥漫大量的血丝，此刻猛地低吼一声：“这秘密关乎聚鬼城，谁能将其掌握？不说可以掌控聚鬼城，但在聚鬼城内，只要半神不出，保命还是可以做到的。”陆世友焦急开口。白小纯听到这句话，脚步一顿，狐疑的转头看向陆世友。陆世友一看白小纯回头，顿时惊喜，赶紧快速低声说出这个秘密。白小纯听着听着，呼吸一样急促起来，眼珠子都瞪得老大。你说什么？聚鬼城内竟有数百个传送阵，可以快速在城内挪移，其中有那么几个传送阵可以将人传送到10万里外，还有很多处的机关，其中有一尊机关兽，虽只能被触发一次，存在不到1炷香，可却堪比天人。白小纯无法相信自己所听到的这一切，他的心脏咚咚的快速跳动，全身血液都涌入脑海。按照这陆世友的说法，他的祖上是一位在蛮荒中罕见的阵法大师，曾经参与了建造聚鬼城，负责整个聚鬼城的阵法布置与打造。而当年这陆世友的祖上迫于第1代聚鬼王的压力，只能倾尽全力去打造聚鬼城的大阵，但却明白这种事情时有会被灭口，所以这陆世友的祖上当年暗中为自己设置了后路。在聚鬼城的修建中，他留下了不少埋伏，如阵中阵一般，将自己的后路融入聚鬼城大阵中，甚至都瞒过了聚鬼王。只是可惜，他虽在这方面瞒过了第1代聚鬼王，可最终还没来得及逃走，就被第1代聚鬼王灭杀。而在此之前，他将这一切告诉了自己的后人，也不知这消息是如何传递的，又如何保留下来，且没有被第1代聚鬼王察觉。如今过去了漫长岁月，聚鬼王已传承到了9代，如今这第9代聚鬼王或许都不知道聚鬼城内藏着如此秘密。可这陆世友却铭记在心，他之所以去搜刮那些财富，为的就是将聚鬼城内的阵法开启，甚至按照他的说法，这些年他也暗中去了那些传送阵所在之地。尽管沧海桑田，造成有不少已经废弃，可其中还是有一部分可以使用，只不过需要大量的魂药才可开启，而他所积累的财富还不够，所以这一次那位侯爷出手，陆世友只能饮恨，无力借助传送阵逃走与反击。且他明白，这些阵法一旦动用，首先不会放过他的必定是聚鬼王。这一切让白小纯内心掀起大浪，他无法确定这陆世友所说的是否真实，若假的也就罢了，可一旦真实，那么对于白小纯而言，其重要性无法形容。这几乎就是我的生机所在啊！一旦这些传送阵存在，那么白家来杀我时，我只要逃出魔牢，就可海阔天高，逃出升天。白小纯内心颤动，他努力平稳气息，又问了一些具体的传送阵所在之处后，
得到了全部答案。按照序列，在这巨鬼城内，一共有371处传送阵。眼看那陆氏有焦急，白小纯立刻就扔出了3粒发情丹。这3粒发情丹顿时就被陆氏有一口吞下，其面色刹那酡红一片，体内火热似要轰开已经被闭塞的经脉，整个身体都在颤抖中。白小纯的目中却露出迟疑，他在考虑要不要灭口。显然灭口是最安全的，一旦传送阵的事情是真的，那么此人若是再对其他人说，传了出去，对白小纯影响极大。此人心狠手辣，不是什么好东西。他不傻，我的丹药对他必定有大用。而他这番话语不可能想不到后果。白小纯目光一闪，此事有诈。哼，他奸诈，我也不傻。白小纯内心思索，一种似乎心智上的优越感让他俯视陆世友。不多时，陆世友发出一声低吼，全身猛地哆嗦了几下后，长长的呼出一口气，全身上下出现的汗水使得他仿佛被雨水打湿一般，甚至还从那些汗水里排出了不少的杂质。而他的双眼此刻也慢慢清明起来，抬头时他看向白小纯，忽然笑了起来。我没想到自己还能活着睁开眼睛，本以为你方才听到了这个秘密后会对我出手。他也是没办法，察觉到这丹药对自己的作用后，他只能去搏一次。一旦白小纯出手，那么他也有底牌，可让对方再去那些阵法时后悔。你没立刻对我出手，也就给了我继续开口的机会。白浩，在这300多处阵法中，还有27处是密阵，需要特定的印诀才可踏入其中，否则会被排斥在外，连阵法都进不去，更不用说去开启传送了。且这些传送阵大都是彼此传送，只有一处才是可传送10万里外的阵法。白浩，我知道你是白家叛子，又被巨鬼王下令关押，想必时刻都打算逃出这里。你逃走的时候带着我，我帮你开启那27处密阵，同时也带你去那可传送10万里的传送阵。否则的话，你也逃不出去。我可以明白的告诉你，10万里传送阵就是密阵，你进不去。陆世友双眼明亮透着狡猾，缓缓开口，内心似乎吃定了白小纯无论如何都一定会同意自己的条件。如此一来，一旦逃走，在那传送过程中自己就有的是办法，暗中灭了这白浩，自己单独逃出。没办法，那丹药对我有奇效，这白浩储物袋内一定还有不少。陆世友深吸口气，内心升起浓浓的贪婪。密阵没有特定的印诀，外人进不去。白小纯一怔，不确定的问了一句。没错。陆世友有些得意的微微一笑。你的意思，外人只是进不去，被阻挡在外，可尝试碰触却不会有危险。白小纯神色有些古怪，再次问了一句。陆世友一愣，点了点头。那个只要进到了阵法内，就可以去开启传送。白小纯眨了眨眼，小心翼翼的再次求证的问道。你到底要问什么？这不废话吗？只要有特定的印诀，如开门一样，踏入阵法内就可将其开启了。陆世友有些不耐烦，他断定自己此番已经拿捏住了这白浩，二人目的一样，与自己合作只有好处，而若不与自己合作，除非杀了自己，否则的话，自己若想坏对方的生路，对外说出传送阵就可以了。你确定吗？白小纯双眼冒光，可为了稳妥，还是问了一句。我确定。陆世友皱起眉头，他已经觉得不对劲了，可却想不出问题出在哪儿。白小纯听到这里，长松一口气，脸上露出笑容，这笑容落在陆世友眼中，却让他面色一变。还没等他有所行动，白小纯又手猛地抬起，一指落下，瞬间一道指锋刹那出现，直接碰到了陆世友的眉心，穿透而过。你陆世友睁大了眼，目中露出无法置信。他已经说得很详细了，可却没想到对方竟真的敢杀自己，早说嘛，吓死我了。白小纯有些不悦的甩了甩手，琢磨着那些密阵，外人需要特定印记才可进去，但自己不需要啊，不死境之下，什么阵进不去，长城的阵法我都来去自如，更不用说这些传送阵了。白小纯得意的抬起下巴，看了看直至死亡都睁大着眼睛的徐世友，那种心智上的优越感顿时强烈的浮现心头。你错就错在没有看清我的实力。白小纯觉得这句话很厉害，淡淡开口后自我陶醉一番，这才走出了牢房。徐世友的死亡虽有一些麻烦，可对于乙区来说问题不大。当白小纯将徐世友藏着其积蓄的地方
告诉了已去的牢头后，他的死亡就更是微不足道了。不过众人也都不傻，也都猜到白小纯这里一定是问出了其他的秘密，所以才灭口。不过当白小纯主动的提出自己放弃徐世友的3成积蓄后，已去众人都心中舒坦了一些。毕竟边守通过拷问获得一些外人所不知道的秘密，这本身也是规则内所允许的，只要不是吃相难看，都说得过去。白小纯这里的做法不仅让人说不出什么，而且非常大方，于是大家也就哈哈一笑，不再去细问。彼此告辞后，白小纯精神奕奕地回到了丁区，只不过他身为犯人，无法离开魔牢，于是试着传音周一星，没想到还真成功了。之前审问蔡家族老后，李旭封锁魔牢，防止消息外泄，当时白小纯曾私下试过传音，完全没作用。现在好了，白小纯将自己所知道的那些阵法中的一部分告知了周一星，让对方去验证真假。耐心的等待了1天后，周一星传来音讯：主子，那些阵法存在你说的那些地方太奇异了，外人根本就看不出究竟，就算是神识观察，也都察觉不到阵法存在的痕迹。若非是你告诉了我确切的地点，我绝难察觉。周一星带着震惊、不可思议的传音。白小纯听到这里，长长的舒了一口气，接着神色振奋，激动的握住拳头。果然是真的，哈哈，有了这些传送阵，我逃出的把握就更大了。现在就等3大家族与巨鬼王之间拼个你死我活了，到时候大乱之下，或许不用等白家来找我，我就可以先逃出魔牢，远走高飞。白小纯心念转动，他这段日子与其他3区狱卒结交，配合他们审问犯人，本也是有这个打算，一旦外面叛变，魔牢一乱，白小纯有一定把握逃离此地。在白小纯这儿默默的等待中，时间流逝，又过去了半个月。尽管很多知情人都明白，或许真的会发生叛乱之事，可当这一天到来时，其迅猛的来势，就算是那些知情人也都大吃一惊。首先出现巨变的，居然不是3大家族，而是一道从苍穹上出现的虚幻之影。远远一看，那是一把巨大的斧头，这斧头足有万丈大小，惊天动地，在苍穹上凭空出现，刹那凝实，没有任何迟疑，向着巨鬼王城内巨鬼雕像狠狠的一击劈落而下。天地轰鸣，整个城池都在颤抖，一声怒吼从巨鬼雕像王殿内猛烈的传出。九幽王，你敢！声音传出时，一尊巨大的巨鬼虚影猛地出现在了天空，那巨鬼狰狞咆哮，向着来临的斧头狠狠一拳轰去。这一刻，天地扭曲，似有无法形容的力量降临八方，乱了天机，断了虚空。巨鬼王，本王此番只为害一场人情而来，你好自为之。笑声随着斧头的落下回荡整个巨鬼城内，与此同时，更为强烈的轰鸣巨响震天而起，那斧头直接就与巨鬼虚影碰到了一起。轰隆隆，声音超越天雷，似乎要碎灭天地般，形成了一道环形的冲击，横扫4方万里范围，所过之处，不说天崩地裂，可以让苍穹出现一道道4承受不住的裂缝。巨鬼城内瞬间彻底大乱，无数人骇然的抬头时，不但看到了这一幕，更是亲眼看到了巨鬼王的虚幻之身，竟在那斧头的落下中，仿佛承受不住，轰然崩溃。天啊！巨鬼王竟无法抵抗，这不可能！在这无数人脑海嗡鸣、骇然失声中，那斧头蓦然落下，碎灭了巨鬼王的虚幻之身，直奔巨鬼城而来。好在此刻，一层浩荡的光幕滔天而起，正是巨鬼城的大阵，全力阻挡。又一次滔天轰鸣，震耳欲聋的传出，阵法出现碎裂的迹象，可却没有崩溃。而那斧头此刻也渐趋虚幻，似要消失，但却有笑声在这一瞬回荡八方。巨鬼王，你果然是到了衰变期，这一劫你能否熬过，与本王无关了，告辞。笑声猖狂扩散，渐渐与那斧头一起消失在了苍穹上。整个巨鬼城内，所有看到这一幕的人都心神震动，他们有强烈的预感，这天要变了。这预感刚刚出现，巨鬼城内城中蓦然有6道长虹冲天而起，那6人正是巨鬼城内隶属于巨鬼王的天侯。巨鬼王麾下有10大天侯，分别掌握了巨鬼城的10大军团。此刻，这10人中竟有6人雷霆般出手，直接杀向巨鬼雕像。至于另外4大天侯，
虽没有出手，可却保持了沉默。巨鬼王，今天就是你的死期！巨鬼王，给我死！这6大天侯，每个人的修为虽不是天人，可也是半步天人，他们的出手立刻就轰动巨鬼城，低吼撼天。6道身影直奔王殿的瞬间，巨鬼王雕像的双手上，吴长恭一步走出，神色阴冷，带着怒意，声音如隆冬之雪，降临四方。大胆吴长恭呵斥中，天人修为在其身上猛然爆发，正要阻挡这6大天侯，可就在这时，一声叹息赫然从巨鬼王雕像的另一只手上传出：“吴长兄，你我多年交情，此番你的对手是我。”声音内似带着无奈，一道模糊的身影赫然从巨鬼雕像的手上一步走出，正是巨鬼城武功中的幽冥公。幽冥，你也背叛王爷！吴长恭眼中露出杀机，迈步而去，刹那间二人就直接站在了一起。与此同时，3大家族也在这一刻齐齐爆发，顿时就有3道惊天的光柱轰鸣间从3大家族内扩散开来，从3个方向轰击巨鬼城内的巨鬼雕像。随着3道光柱而出的，则是3大家族的那3位天人老祖。3大家族的老祖，他们之所以之前始终没有出手，实际上就是在等九幽王的这试探的一击。眼下亲眼看到巨鬼王虚弱，他们立刻就内心稳了，立刻冲出。3人速度飞快，一路破碎虚无，与6大天侯一起杀向王殿。这一刻，这场叛乱的序幕彻底拉开。10大侯内6人叛变，5大宫中4人叛变，这种情况在整个蛮荒都是不多见的，甚至可以说极为少见。尤其是他们要做的是逆反王位，是屠神。巨鬼王，你的秘密已暴露，你功法存在了致命缺陷，你的衰变期我等虽算不出具体，可眼下你必定是在衰变期内，你受死吧！巨鬼王，老夫等待这一天已很久，今天你必死无疑！3大天人老祖声音仿佛利刃，直接豁开虚空，随着光柱直接就轰在了巨鬼雕像上。轰轰轰，声响撼得惊穹，那巨鬼雕像无法承受，立刻就出现了裂缝，连同王宫轰然坍塌，化作无数碎块，向着大地落下时，其内一个魁梧的身影穿着紫色的蟒袍，戴着王冠，直接走出。看似中年，神色内不怒自威，整个人散发出惊人的气息，正是巨鬼王。你们终于都跳出来了！巨鬼王站在天空上，看着四周3大家族天人老祖以及6位天侯，他的神情中不但没有丝毫慌乱，反而露出一抹让人琢磨不透的笑容，甚至在这笑容的背后，似乎还藏着足以掌控一切的自信。本王看不清到底谁欲叛变，索性等你们跳出来，然后再一一灭掉就是。现在总算是等到了，可惜这场游戏本王还没玩够，你们就结束了。巨鬼王微微一笑，这言辞内透出的绝对自信，让3大家族的天人老祖一个个面色顿变。可他们已没有退路，此刻3人咬牙，瞬间掐诀，齐齐低吼。木界风沙3人大吼，突然的，苍穹上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漩涡，这漩涡内瞬间就有无穷的魂倾泻降临，所有的魂竟都是木属性。此刻降临之下，这些木属性的魂居然齐齐自爆，轰鸣中整个巨鬼城如被封印一般，被浓郁的5行木之力占据弥漫。在这浓郁的木属性之力下，巨鬼王那魁梧的身躯，那惊人的气势，如同雪遇到了沸水，骤然跌落。木力克制，巨鬼王，你本就在衰变期，又被克制，我看你今天如何翻天！白家老祖大笑，身体一晃，直奔巨鬼王而去。陈家与蔡家老祖2人也都杀气腾腾，冲向巨鬼王。巨鬼王神色从始至终都是平淡，哪怕此刻他的气势，他的修为都在这木界弥漫中急速的衰弱，表现出来的早已不再是半神境界，而是跌落到了天人。甚至看着跌落的速度，似乎用不了太久，他会退为元婴。可他依旧平静，甚至嘴角那自信的笑容，如看小丑般的感觉却没有减少丝毫。这笑容让3大家族的老祖，让那6位天侯都紧张起来，咬牙冲杀。轰鸣之声瞬间滔天，巨鬼王一个人战3位天人，6位半步天人。这场大战
在这半空中形成了强烈的声势，轰动巨鬼城，使得巨鬼城内此刻所有人都骇然，更是随着三大家族的族人以及六大天侯的军团入城，大乱起来。其中白家这里，白家族长亲自带着数位族老，带着疯狂的杀意，竟是直奔护城河而去。与他们一同的还有蔡家的部分族老。白浩，天都变了，我看你如何逃出此劫。白家族长内心充满了期待，他等这一天已等了好久，此刻终于可以无视巨鬼王，要将白小纯活活剐了。在这巨鬼城大乱时，天空上三大家族的老祖以及六大天侯与巨鬼王的厮杀也出人意料的快速结束。随着阵阵天雷般的声响轰鸣回荡，巨鬼王喷出一口鲜血，身体倒退而去。他的修为此刻已快要跌落到了元婴，可嘴角的笑容依旧是自信中带着嘲讽，似乎在嘲讽所有人到了现在都没有看透真相。不对，但显然这真相此刻也隐瞒不了多久，尤其是当巨鬼王的身体居然出现了一丝虚幻，他的手指似乎模糊后，白家老祖第一个发现了异常，他面色彻底大变，惊呼失声：他是分身！该死的，他是分身，不是巨鬼王的本尊，这是一具随时可以扔掉的分身。其他两大家族的老祖此刻也都身体猛地颤抖，无法置信地看着这一幕，头皮都要炸开，一样失声。不可能，半神强者因其神念特殊，所以反倒不若元婴期可以拥有分身，半神境界无分身，这是定律。你怎么可能会有分身？而且这么多年来，我们居然没有察觉丝毫。不但是这三大天人老祖骇然，就连远处与无常宫交手的幽冥宫也都深感惶恐，神色满是难以相信。这就是你的底牌，这就是你自信的地方。白家老族嘴里犯苦，咬牙望着巨鬼王，他现在终于明白了，为何之前这巨鬼王始终淡定回想曾经的一幕幕往事。显然的确是如这巨鬼王所说，在对方看来，这就是一场游戏而已，一场对方准备得很充分，无论如何都不会输的游戏。无论是曾经的试探、挑衅、妥协、示敌以弱也好，安抚也罢，这所有的所有都是游戏。在众人心神震撼时，巨鬼王笑了，他的身体此刻大半模糊，他的笑声带着一股威严，带着一股至高无上，回荡天地。现在明白过来，已经晚了。对本王而言，这只是游戏而已。你们知道了本王的衰变期又如何？知道了目力能克制本王又如何？本王的衰变期不是刚刚开始，而是已快要结束了。3个月后便会彻底过去，到了那个时候，我会回来，一一与你们叙旧的。巨鬼王笑着摇头，轻蔑地看着四周，那神色内的傲然以及倾泻，如无形的巴掌，狠狠地扇在了所有叛乱之人的脸上。你们的时间只有3个月，看看你们能不能找到我的本尊，这是我们的第2场游戏。巨鬼王仰天大笑，身体在这笑声中慢慢模糊，直至消散在了天地间。半空中，三大天人老祖以及6大天侯一个个都气息紊乱，目中有隐藏不住的惊恐，他们无法不去相信巨鬼王的话语。他们的时间只有3个月，3个月后若找不到巨鬼王的本尊，他们将会满门灭亡。就算是逃，蛮荒之大，巨鬼王巅峰归来，谁能逃走？找，拼了全部力量，拼了所有，都要找到巨鬼王的本尊所在。他的衰变期还在，他的本尊眼下一样衰变，找到他，我们就可活；找不到，我们都要死。他说3个月，可我们不能相信。1个月，我们的时间只有1个月。而且他就算打破了规则，拥有分身，可我断定他想要操控分身，其本尊必定无法距离太远，实有就是在这巨鬼城内。白家老祖红着眼，大吼一声，他内心已经绝望。这一次他们败了，多少年的准备，一切的努力，可最终居然败得如此干脆，如此可笑。他不甘心，可却没办法。谁能想到半神无分身的规则居然在巨鬼王这里打破？他怎么可能有分身？陈家老祖双目赤红，低吼中一样下令，甚至亲自飞出，开始寻找。蔡家老祖还有那6大天侯一个个都心头颤抖中，咬牙四处搜寻，拼了全力寻找巨鬼王本尊。他们首先寻找的就是这具鬼城。幽冥宫也无心与无常宫厮杀，焦急中蓦然后退。而无常宫这里，
此刻也无人有心情围杀他，他站在那里仰天大笑。没有人来问他巨鬼王本尊藏在那里，因为所有人都知道，如此大事，巨鬼王不会相信任何人，与其有时间去问询，不如寻找。实际上也的确是如此，吴长恭也不知道之前出现在自己面前的居然是分身。在这3大家族以及6大天侯的人马于这巨鬼城内拼了所有去寻找巨鬼王本尊时，魔牢内丁区牢狱里，白小纯正坐在自己的牢房中，无聊地看着不远处的老友，那个当年得罪了巨鬼王被关押在这里，脸上有一块红色胎记的老者。老头，我在这里时间也不短了，和你说了好多话，你能不能给个回应？白小纯叹了口气，他之前觉得与这老头同病相怜，所以才说了些话，可从始至终对方居然头也不抬，眼睛也不睁开，置若罔闻。这也就罢了，白小纯也就没再怎么理会。可今天这老头居然睁开了眼，坐在那里，面色不断的变化。白小纯看到后好奇，问了几句，可对方还是不理自己，这就让白小纯不高兴了。老头，你是不是不知道我的身份啊？听好了，我是魔牢第一黑鞭，惹了我，你没好处。白小纯大声道。可那老者依旧没有抬头，而是皱起眉头，似在沉思。白小纯眼睛一瞪，他觉得对方在羞辱自己，哼了一声，正要开口，可就在这时，突然的，远处的牢狱大门被人直接打开，第9队的队长还有几个与白小纯交好的狱卒，一个个神色内带着惊慌，快速走来。白浩，出大事了，你快和我们走。3大家族叛变，6位天侯叛乱，整个巨鬼城大乱。第9队的队长快速来到白小纯面前，众人急速的将外面的事情说了一番，拉着白小纯就要走。白家定不会放过你，你在这里无法逃遁，我们能做的就是帮你现在就逃走。队长焦急说道。白小纯大吃一惊，吸了口气，他虽预计早晚3大家族会叛变，可却没想到外面居然出现了如此逆转。巨鬼王衰变期修为跌落而出现在众人面前的巨鬼王居然是分身，而3大家族正在搜寻巨鬼王本尊所在。这一切变化让白小纯心神狂震不已，他也终于明白了为何巨鬼王没有提前出手灭了3大家族，不是不想，是衰变期的巨鬼王做不到，也正是因衰变期才使得3大家族有了胆量叛变，可最终却发现这只是巨鬼王的一场游戏。该死的巨鬼王，你的游戏你自己玩就是了，把我拉进来干什么？白小纯郁闷，可却无奈，他也意识到眼下的局面自己很危险，白家疯狂了，不会放过自己，必须要赶紧逃走。想到这里，白小纯感激地拉着队长的手，兄弟们，大恩大德，白某铭记，咱们别说了，快走吧。白小纯面色苍白，快速开口，正要与队长等人离开，可就在这时，忽然的，他的耳边传来了小乌龟的声音。嘿，白小子，先别着急走，有个大买卖，你敢不敢做？